为什么总觉得自己不够好？你为什么会自卑？为什么明明已经很好了，心里还是有个声音说：你不行，你还不够，你还差一点。而答案其实很简单，不是你真的不够好，是你想多了。人只要想法一多，就一定会想出一个让自己难受的东西。你再漂亮也会想，以后老了怎么办？你再有钱也会想，万一失去了怎么办？你再被人喜欢也会想，如果有一天他们不喜欢我了怎么办？你再强也会想，是不是还有人比我更强？所以你看，痛苦不是现实给你的，痛苦是头脑加工出来的。现实只是现实，但头脑会在现实上面加一层比较，加一层担心，加一层否定，加一层幻想，最后把你困在里面。你以为你是在思考人生，其实你是在制造痛苦。你以为你是在寻找答案，其实你是在把自己越想越乱。这就是头脑的设计，只要它不停，它就会不断的制造问题。你本来没事，他说你有事；你本来很好，他说你不够好；你本来就在中心，他把你拉出去，让你在外面比较、分辨、对抗、焦虑，然后你就开始痛苦。所以真正的转变不是再去想一个更好的答案，而是真正的转变，别再跟着他想了。当自卑出现的时候，不要压他，也不要改变他，也不要跟他打架，你只需看见他。自卑来了就让他来，难受来了就让他难受，不安来了就让他不安。你不要扑进去，你不要住在里面，你不要在那个感觉里面继续分析个2-3个小时，你只是看着它，就像看着一朵云飘过，它来了，它停了一会儿，它自己就又走了。你会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东西，你不改变它，它反而消失了。你越想改变它，它越被你加持。你越想消灭自卑，你越证明自卑是真的。你越想变得自信，你越默认自己现在不够好。所以真正的高级的修行，不是拼命变好，而是突然看见，我本来就没那么差。更深一点的说，我本来就是好的。你不是修出来才圆满，你是本来就圆满，只是被想法盖住了。你不是变成另一个人之后才舒服，你是回到自己这里，马上就舒服。这就是瞬间就是舒服，当下就很爽的真正旨意。不是得到了什么，不是赢过了谁，不是外面终于满足你了，而是那一瞬间，你从头脑里面退出来了，你不再被那个声音牵着走，你不再相信每一个念头都是真的，你不再把自卑当成你自己，你只是看见它。一看见，你就回来了。人为什么怀念小时候？不是因为小时候拥有的更多，而是因为那时候想的少。小孩子天然就在中心，他不会一天到晚证明自己，不会拿自己和全世界比较，不会一直问我够不够好，我配不配，别人怎么看我。他只是存在，只是玩，只是笑，他只是活着，所以他轻。后面人长大了，被各种标准洗了一遍，被评价洗了一遍，被比较洗了一遍，被成功失败洗了一遍，然后想法越来越多，离自己越来越远，痛苦也就越来越重。你以为你缺的是能力，其实你缺的是回到中心。你以为你要改变命运，其实你先要停止内耗。你以为你要成为更好的自己，其实你先要尝到那个本来就很好的自己。这个东西不是理论，不是鸡汤，不是听懂了就有用，它是实践。你现在就可以做。当一个念头冒出来，啪一下，我不够好，你不要跟他辩论，你只是说，念头来了。当一个感觉冒出来，我很自卑，你不要说，我怎么又自卑了，我怎么这么差，你只是看见，
自卑来了；当焦虑来了，你看见焦虑；当恐惧来了，你看见恐惧；当难受来了，你看见难受。看见就是脱离，觉察就是自由。你不需要马上变成一个无所畏惧的人，你只需要不再被每一个念头骗走，这就够了。因为自卑不是你的本质，焦虑不是你的本质，恐惧不是你的本质，它们只是头脑里一阵风，只是比较之后产生的影子，只是想多了之后出现的幻象。你越钻进去，它越真实；你一退出来，它就开始松动；你一回到中心，它就失去了力量。所以不要再问我怎么转变，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妄念。你本来就很好，你转什么转？你本来就在，你找什么找？你本来就圆满，你补什么补？真正的开悟不是突然得到了一个新的东西，而是突然发现原来我一直都没少什么，少的只是觉察，乱的是头脑，痛的是偏离。你不多想，它就回来了。那种舒服不是外面给你的，那种爽也不是刺激带来的，它只是一种回家的感觉。身体松了，心放下了，脑子不再吵了，你突然感觉我可以只是这样存在，不用证明，不用解释，不用赢，不用讨好，不用变成别人期待的样子。这一刻你已经很好，这一刻你已经完整，这一刻你已经在自己这里。所以以后再自卑别怕，自卑来了让它来，念头来了让它来，痛苦来了让它来，你只要别住进去，你只是看着，你只是觉察，你只是回到那个安静的中心，然后你会发现那些你以为很严重的问题会自己散掉，那些你以为必须解决的痛苦会自己松开，那些你以为要用一生去改变的东西，可能就在一个看见里开始消失。这就是生命最不可思议的地方。头脑想不明白，嘴巴讲不彻底，但是你一做你就知道，不要改变，不要对抗，不要急着成为谁，回到自己，看见念头，自然就止住了多想。你不是不够好，你只是离自己太远了。你一回来瞬间就舒服了，你一醒来当下就很爽。